咱们来看看第一位勇敢的小伙子，他是谁？他来了，他来了，带着来信走来了，他来了，他来了。蛋总你好，我有差不多10年没谈过恋爱了。哎呀，这个开头一看就是不会被攻击的啊。咱们给人出主意吧，这小伙子10年没谈恋爱了，你看看，咱们给人家想想办法吧啊。上一次也是第一次谈恋爱，还是在高中，说不定是什么呀？别说不定啊，咱们怎么就说不定呢？咱们庄严承诺了，咱们那个开读之前庄严承诺了，咱们友好啊，善良啊，善意充满小卖部啊。我差不多10年没谈过恋爱了，上一次也是第一次谈恋爱，还是在高中，谈了几个月就被甩了。他说我有点大男子主义，高中就大男子主义了，这大男孩就大男子主义了。你还是个小男孩，你就大男子主义了，啥意思呀？随后我就陷入了内疚、愧疚和自我怀疑，直到这2年才和自己和解。10年没谈恋爱，就因为他说你大男子主义，内疚、愧疚了10年啊，直到这2年才和自己和解。觉得当时那个岁数的我可能也就是那样吧，让现在的我为原来的我道歉，感觉这事就像陌生人替陌生人在道歉。谁让你道歉了？你那女的都不一定记得你了，兄弟。那女的不一定记得你是谁了，你要跟谁道歉？啊！但是现在有个困扰我的问题是，蛋总，我想谈恋爱，但是这么多年的单身，再加上那一段失败，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交往。这人是不是挺好的？这哥们儿是不是挺好的啊？一个高中对他的否定，记到现在，导致他都不敢谈恋爱了，就是也是内耗很严重的人啊。我现在就是能发现一个优点，赶紧先发现一个优点，我看看后面怎么的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和女生交往了，总觉得身边的和见到的女生都或多或少谈过几段刻骨铭心的恋爱了。我一张嘴都是他们听过见过的，直接尬住了怎么办？这个思维逻辑也是挺常见，我们小卖部经常见到这种思维逻辑啊。又从别人的角度想了，你从你的角度想呀，你一张嘴都是他们听过见过的，那关你什么事啊？你张嘴说出来的话，只要是你想对他说的，第一次你对他说的话，第一次你想让他看到的你，这不就是没听过没见过的吗？什么叫都是他听过见过的？我遇到喜欢的女孩也完全不知道怎么把话题和氛围往暧昧方向上引，但凡不是对方第一眼对我就有好感，那基本就是朋友的关系打住了。那是有没打住的情况是吗？哥们儿，你这10年没谈恋爱，你是有没打住的情况吗？但凡不是对方第一眼对我有好感，那基本上就是朋友关系打住了。那这10年来都打住了？还是有偶尔没打住啊？就没打住啊，兄弟呀！蛋总有什么建议？真诚一点吧，兄弟，想的太多了啊！你真诚一点。我觉得你这封信的那个题眼就是说我一张嘴都是他们听过见过的，直接尬住了怎么办？不要这么想问题啊！你真诚一点。你要真喜欢人家，你想对他说什么你就说，你真诚一点。你老想着他爱听什么，那你怎么能猜得到呢？把猜得到呢？猜这玩意儿有完吗？真诚一点啊，兄弟，好不好？真诚未必有用，但是真诚简单。我没有承诺你说真诚你马上就能谈上恋爱了，但是你真诚你自己心里会好受很多。你别老天天猜了他喜不喜欢我，哎呀，我必须等到对方第一眼看上我才能跟他在一起。你这么想问题你还有个好，你喜欢谁你大方点啊，给人买点礼物不会吗？真诚一点，跟人聊个天，看个电影，散散步，骑车啊，对吧？对啊，主动一点，大方一点。蛋你好，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生，前2个月刚分手吗？不是，然后就来玩小红书了。这个然后加的不妙呀，兄弟，加这个地方可以加然后吗？2个月刚分手吗？不是，然后就来玩小红书了。这然什么后呢，兄弟？你说前2个月知道你在小红书直播，刚好分手心情不好，然后就来小红书看你直播了，好不好？然后就认识了一个女生，聊得挺合得来的，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背景，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互相一拍即合，就一起出去玩、吃饭、逛展、喝酒，进展很快啊。前2个月，他热爱艺术，我们谈余华，谈音乐，谈方言，无所不谈。谈方言是什么意思？是真的方言还是王朔那个人物方言啊？无所不谈，就觉得这个人好有魅力，好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们都是热爱自由的灵魂，不为世俗所束缚。很明显，我爱上他了。在刚刚分手的那段空窗期里，我一直自我怀疑前任是不是太平淡了？这叫自我怀疑吗？从来不跟我谈理想、谈艺术、谈生命的追求，只知道吃喝玩乐，很物质，我也给不了他什么，所以分手。这是自我怀疑吗？
你这不还是怀疑前任吗？这个女生让我特别特别的欣赏，特别特别的爱，超过了前任。我尝试主动多次约她吃饭逛街，她在学打鼓，我也去尝试练舞蹈。我们都会再去约会，让她觉得我是一个靠谱的人。有一天深夜，她喊我去她家，说她饿了，给她带点宵夜，我就觉得时机成熟了。当时到了她家就表白了，但是她没同意，说我太普通了，很多条件都配不上，给不了她想要的。我确实长相普通，身高很矮，工资也不高。如果为将来考虑，我不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就反问他，那跟我在一起开心吗？他说开心。我知道他对我肯定是有一点点感觉的。当时我就吻了下去，然后就是吃牛脆脆吧什么的，吃了点牛脆脆吧。然后呢，我抱住他说，再给我机会好好追求你好吗？我真的很爱很爱。但是他越来越冷淡了，对我也没有开始那么上心。我在内耗，一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二我觉得我追不到他了，因为他跟我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三，我问他我们到底算什么关系，他说就是朋友。我觉得他侮辱了我的真心，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装洒脱，他在试探我会不会离开他，有没有坚定的选择他。我相信他对我肯定是有感觉的，我们在一起相处不会骗人。可是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一直在失眠，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还要坚持吗？我真的很爱他，可是我感觉他并没有多么爱我。你真的你读余华吗，兄弟？你这谈余华、谈音乐、谈方言的，兄弟，你这个文笔，咱平时阅读，咱那个写作，咱写写呀。我这个读的磕磕绊绊的啊，你们这听的是那个啥？我这里头它好多标点符号都是错的，写着写着没有标点了，这读的我这个费劲。兄弟，咱们这个文笔练一练吧，啊，兄弟。然后这个你俩能不能在一起？这，你问人家呀。我感觉这不就给你拒绝了吗？拒绝了就拒绝了呗。啊，兄弟，你这封信可信性不高啊！我感觉你这封信呢是一个这个对文艺青年有恶意的人编造的啊，兄弟，我实话实说吧，你上来就谈余华、谈音乐、谈方言，无所不谈。他打鼓，你练舞蹈，我感觉是一个对我们文艺青年有恶意的人伪造一个文青身份，搁这给我那啥呢？像编的啊，像编的，真的，我读的不像真的。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不像真的啊，你们感觉呢？我感觉像假的，是不是？像假的啊，读着就他没有那种，我这读多了，我们这小卖部信读多了，我都读不出来你对这个女孩的爱，而且这个女孩听起来就像一个编出来的人，就不像一个真人，就不合逻辑啊，哥们儿，编的吧？感觉像编的啊，兄弟。要是真的话，你就问他就行了，人家在一起是你人家要不要在一起是人家的事儿，像编的，真的像编，是不是，朋友们？这是一条被女朋友撺掇的投稿，我并不十分清楚您的称呼，因此直接叙述。没事，也不用称您。首先是物欲问题，我是福州下面一个小镇的人，成年后呢，到现在在读研。除了必要的花费，我对吃喝玩乐方面的新鲜事物不太感兴趣。举个例子，女朋友喜欢去一些福州的咖啡店喝咖啡、打卡拍照，频率上近乎是日常行为。当然呢，我不是一个扫兴的人，我也会认真的品味、理解。但是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杯加水或者加奶的苦味饮料要卖我40或者50？你说的吧也挺有道理，我无法理解，这么一杯加水或者加奶的苦味饮料要卖我40或者50。我常常说，要不是认识个女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进这种看起来很适合拍照的咖啡馆。兄弟，你要是常常说就有点扫兴了，你要常常说，你别跟你女朋友说，你常常要是你要常常说，这不就扫兴吗？这就有点扫兴了，兄弟。还有一些比如酒吧、清吧、剧本杀、演唱会之类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都没去过，我能理解你，我知道你大概，咱们都读完，我给你分析分析啊，我大概能理解你啥意思，还真挺能理解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咱们都读完啊，我看看你这后面。我觉得对于商品与服务而言，要不然就是极致的性价比，要不然就是有钱以后的极致享受。这种似是而非的消费主义，我觉得大部分男生都无法理解吧。咖啡啊，连锁咖啡9块9不就很棒了吗？哎，兄弟，你平时那还不够极致啊，你性价比有了不够极致啊，兄弟，真正的极致性价比啊。咖啡和这个啊，咱们整点这真正极致性价比。还有一个他还有另一个问题，那就这一个问题我先给你回答一下，我真的很能理解，我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我能感受到应该这个男孩
家里平时那个就小时候家境也不富裕，就是那个就是花钱嘛，比较就是他说的极致的性价比，要不就是有钱以后的极致享受。但是啊，朋友兄弟，你刚刚举例这个几个东西来了，酒吧一会儿给你展开讲讲，清吧剧本杀这我也不太了解，但是演唱会兄弟。演唱会它就是极致享受，演唱会不用有钱，有钱以后他去的也是那个演唱会，那就是极致享受。不要等有钱以后啊，咱们就现在就享受起来呀！演唱会还不是极致享受？有一个人叫伍佰，你听说过吗？你福州人，你听说过吧？离你很近啊，伍佰，他下次开演唱会，你答应我，你去好吗？你听一下，你感受一下，怎么会不是极致的享受呢？啊，听一下，很快乐的。还有3分钟发券了，很快乐的，很快乐的。票比较难抢，但是努力吧。但我真的特别理解他在说啥。我身边真的也有这样的朋友，尤其是那个家里小时候不是很富裕，哎，觉得挣钱不容易。尤其这哥们儿还在读研，他肯定还觉得还在花家里钱。你说这花钱去演唱会、去酒吧，他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哎，他就觉得以后呢攒够个钱，是吧？极致的享受，现在就是极致的性价比。你想的那样没有大错。但是他这个幸福吧，我听你这个说话应该挺理性的，我给你从一个理性的角度讲讲，哥们儿，幸福这个东西啊，他不是说这样一直这样努力，说我冲了一个大的幸福，哎就很好，你下来的也很快，然后就又回归平常的这种状态了。什么样的比较幸福呢？就是这样的，不断的有小的幸福。什么是小的幸福呢？哎，一杯40块钱的小咖啡，拍了一张满意的照片，吃了一顿好吃的，100-200块钱，很高兴。跟女朋友一起看了一个落日，就是这些东西，你就会一直比较幸福。你要是说这些我都不要，我就要9块9极致性价比，我不理解他在干什么拍照，我不理解他为什么享受演唱会，我都不要，我就要那个。你会这样的，兄弟，你如果就冲着这个去，得到的那一刻你就这个了。幸福是这样的，人生的幸福是这样的啊，真的相信我啊，相信我。你这应该数学不错吧？有个概念叫卷积，你应该听得懂，感受一下，是这样的，是卷积的啊，它不是感谢大家关注啊，发券了，8点半发一波券。它后面还有个问题，啊，这哥们儿心很长啊，感谢放一封那个葡萄酒给他谈一下。我还有一个关于朋友的界定的问题，女朋友大概8月中旬跟我在一起，在7月我们互相接触的过程中，她翻过我的手机，对应的我也翻她手机，你倒挺讲理，这是一报还一报的事儿吗？她翻你手机你就翻她手机，能不能都不翻呢？真挺幽默，特别不苟言笑，但是特别幽默。其中我发现她有给某一个男性朋友发过一大段的文字，主要是说昨晚梦见了什么，并且这个梦境她没跟我说过。另外我发现他们时常有日常聊天，他的原话是说这个男的是不适合成为情侣，所以回到了朋友的人就很好。我们因为这个朋友吵了2次架。那你前面说什么消费主义呀，说什么一杯苦饮料卖你40-50，你这不就是前面的困扰是什么困扰？这不是真正的困扰，不是后面这个吗？对不对？你前面那是啥困扰啊？他要没有这个朋友，是不是前面那些他那些你也就都能理解了？你这理解不了了。我这刚刚还给你讲上人生的曲线了，我也是多余。哎呦我的妈！我们因为这个朋友吵了2次架。第一次他说，女性难道不能和男性聊一些未来经济走向之类的内容吗？我说你聊的也不是这些呀，这对话怎么这么喜剧啊？这个姐们跟另一个就是她喜欢过的一个男的聊微信，然后这兄弟说他怎么能跟这个男的聊天呢？然后这个他女朋友说，女性难道不能和男性聊一些未来经济走向之类的内容吗？然后这哥们说，你聊的也不是这些呀，这么幽默呢？怎么这么幽默啊？可以这么幽默吗？你前面铺垫这么多，不会是为了这个梗吧？这太幽默了呀！我女朋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不互相看手机了，那就说明你手机里没啥呗。完了，你一看发现他手机里有啥的，是吧？是这么个情况吧，兄弟？他倒是挺会谈判，给出的方案是那就别互相看手机了。你这女朋友真挺幽默。完了，看手机也是他先看你的，是吧？这女朋友碰上高手了，兄弟，感觉看你这个状态你是有点招架不了了啊。我往后给你看看吧。哎呀，你有点招架不了了啊。第2次感谢西单口 K 瓜啊。第2次吵架是正式和他聊怎么界定朋友的
边界。我说我也没有控制你的社交，你的那些知道我存在的男性朋友和你这个男性朋友本质上是不一样的。他说没什么差别。反过来说，我的女性朋友找我聊天，他会吃醋。我解释了，并且给他看过我所有微信聊天记录，每个女性朋友都知道我有女朋友，然后他就不想和我讨论了。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朋友既没有未来事业上的往来，也没有从他身上获取情绪价值的必要，并且在我明确介意的前提下，难道就不能远离和删除吗？并且研究生毕业后，我将去南美，我自发的杜绝一切瓜田李下的事情，除了必要的事情，否则我是不会跟任何异性聊天的，并表明我有女朋友。是我太敏感了吗？完了，他写完了，兄弟，你这封信是你女朋友让你写给我的，这是一条被女朋友撺掇的投稿，你也在是吧？这兄弟不一定在，但你肯定在是吧？你是什么意思呢，姐妹？姐妹，你什么意思？借刀杀人啊？姐妹，我这小圆脑袋让你给我利用了？哦哟，刚说你是高手，我还没反应过来，这把我也高进去了呀！啊！这听权鉴宝有人给他做局，这还则罢了，哇，这读个情感来信还有局啊，姐们儿，你什么意思啊？你搞我干什么，兄弟？这个女的百年好合啊，拆不散，分不开，永远在一起啊！祝福你们，南美让她跟你一起去啊，吃苦受累，去吧。姐们儿，真行啊你还太幽默了啊，太幽默了，哇！这防不胜防啊！我这读第一个问题，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这第二个问题把问题的严重性全给我带来了。你说这姐们儿想个3步啊，下象棋的这是个，看个3步啊。幸好我小时候也下棋啊，我这反应稍微慢一点出事了呀。算了，想分手自己提，啊。这小伙你要是在的话，研究生你要是在的话，我跟你真诚的说，我读完你的信，我觉得你是个挺简单挺真诚的人。好好赚钱，好好工作啊！如果已经决定了将来要去南美，那就好好的啊，那个好好努力，好好赚钱，好好追求自己的事业。这个恋爱嘛，随着你眼界的开阔，随着你自身的成长，就是互相看看手机这种事儿啊，什么怎么界定朋友啊，什么你女朋友跟别的男的聊天啊这种事儿，你可能1年以后真的在南美待住了。是吧？真的有自己的事业了，你自己就想明白了。你现在这个别老琢磨这些啊，干点自己想干的吧啊，慢慢的就自己就看明白了。我觉得你脑子应该挺好用的，你行文的逻辑非常清晰啊。这哥们儿也不认识我，这哥们儿特别可爱。这哥们儿说上来说，这是一条被女朋友撺掇的投稿，并不十分清楚您的称呼，因此直接叙述，完全不认识我。反正你看这个呢，我就是好好的吧。我感觉你以你的这种逻辑思维和这种性格会好的啊，但是该享受也要享受啊。这前面第一段说的依然是成立的，我就不复述。男女的事儿吧，你就是觉得你是吧？你都想的这么清楚啊，可能这个爱情的排序在你的这个价值排序里，你自己可以考虑一下啊。读下来感觉显然不是第一位的啊，好好的吧。对，是个很简单的男生，这一读就能读出来，是个很简单、很真诚的一个小男孩，挺可爱的。然后他又逻辑挺清晰，然后现在遇到点感情的困扰。完了呢，自尊心很强，比较好面儿，小伙比较好面儿，自尊心强，他就那个，其实挺痛苦的，挺痛苦吧？这信嘛，投来嘛，你想想这信投来，这肯定还是用女朋友号投的吧？至少这个信女朋友也看过吧？啊，姐们儿，你要是也在的话啊，你要是那个也没有说，咱说这个去南美的信，咱就是吧，给他个痛快啊，姐们儿，好好的呗，这年纪轻轻，大好的青春。无限的未来徐徐展开啊！两位朋友，咱别为了一杯奶茶、一个微信、2个演唱会这些事儿在这烦恼了，好不好啊？都是未来一片明朗的人，咱们好好的吧啊！欢迎啊！刚谁给我撒我个南瓜？李维斯是你吗？牛仔裤啊？不是，对不起啊，对不起，看一晃眼儿，我没看清楚，对不起啊，我这个就没看不太清楚，对不起啊。感谢大家，欢迎你们点关注呗。今天一直有抽奖，参与抽奖就是点开头像加入一下粉丝团，就可以参与后面的抽奖啊。这小伙子，我觉得光就只从这一封信，我觉得将来肯定是一个真的会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人啊。你就那个什么啊，哥们儿，我就那一个嘱咐啊，别老想着说钱攒够了再什么极致的享受，你要学会每天给自己提供一点小小的快乐。小小的快乐每天要学会给自己提供，大家也是，别老想着钱攒够了
哇，钱攒够，我买个房，我这辈子就好了。不会的，那个快乐很快就消失了。每天给自己提供一点小小的快乐，才能更有动力，更能好好的活着啊！也不用花多少钱，有时候不是说非得花钱，有时候你就浪费一点，所谓的浪费一点时间，说今天我就不再复习了，不再考试了，我就去公园里看一下落日，那不花钱，我就坐在公园里看个落日，很幸福的。就大家要有这种对自己好一点的这个心，别老想着哎，我不能浪费这1个小时，我得读书。我得为了将来的那个什么，哎呀，很苦的。你这个苦，不知道幸福啥时候能来的。这苦惯了就完了，苦惯了就幸福了也是苦啊！不停的让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快乐，是吧？花点钱的小的幸福太容易了。什么喝杯酒，喝口酒，吃一口好吃的，你不花钱嘛？躺草地上看看天，看看云彩，看看太阳，太多了。不是说非得花钱，其实很多时候花钱吧。为什么你选择花钱呢？因为花钱其实是最省钱的。我说明白吗？其实有时候花钱是最省钱的。你说一个人折腾跑到公园里去看落日，他是免费的，但对很多人来说，他付不起这个时间，付不起这个心血，付不起这种没有这种动力。他觉得我买一杯奶茶完事儿了，对吧？花钱有时候是最省钱的，最省事儿的。但是不花钱的快乐嘛，也一直都有，就看你怎么权衡。点我呢？刚买完奶茶，没点你，赶紧把奶茶退了。你这搁我们这小卖部看直播，你这怎么上外卖点上奶茶了？你买，你给我退它。你买点冻干咖啡，把你那个外卖奶茶给退它。买点我们这个冻干咖啡喝，干什么玩意儿？这调皮，人在那卖咖啡，你买奶茶，你像话吗？好吧，感谢大家关注。但我有2个故事，一个是前女友，一个是现在的老婆。前女友性格比较大大咧咧，有不少的男性朋友啊，但是没什么问题啊。她就是觉得跟女生相处，有些女生会斤斤计较，她不喜欢，她喜欢跟男生相处。但是她边界感也比较差，比如唱歌的时候呢，我也在场，她就会一整场跟另一个男生互动。当然没什么肢体接触，但是我也挺不舒服，我觉得超出了边界。我提出来呢，他也很难受，因为他就喜欢这样大大咧咧。分手之后有一次，那个男生就是跟他互动的那个男生跟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前女友可能是有点喜欢我，但是我不喜欢她，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你还安慰上人了，兄弟！哎呀，不服了呀！说你前女友可能有点喜欢我，但我不喜欢她，你放心，我不是那种人。气坏了，这大哥后面骂了句脏话，我就不能念了。我相信我那个前女友没有什么越轨行为，她确实不是那种人，但是她让别人有这种感觉，并且分手了，这个人还过来跟我说这个，我真是痛苦。感觉就是我女朋友，我前女友喜欢别人，别人还不喜欢她，那我算什么呢？真的好丢人啊！丢人倒不必啊，这没什么好丢人的，真是有点倒霉啊，没啥好丢人的，真的好丢人，这没啥丢人的。而且那个男的也未必是吧，咱也不知道。哎。不过你都看在眼里，想必你比我清楚吧？既然你已经觉得这个男孩说的比较有道理，那可能就是了，你都看到了。当然，我认为关系中如果女生没有越轨，男生也觉得 OK 就双方都觉得正常，那没问题。但显然我不行，所以我们分手了啊，分手了。2是现在的老婆，刚在一起的第1天，他让我给他写一封信，我用尽所有的诚意写完，大概意思是1。你很漂亮，很可爱，很吸引我。2，感情需要经营，在一起甚至结婚都只是开始，我一定会努力经营，解决问题。3，我想跟你走到最后，如果做到了这件事，我一定会很有成就感。然而他收到信之后说，这写的什么啊，根本看不到爱。就大哥最后一句话特别精彩，我必须要模仿他的语气。这个大哥最后一句话太精彩了，没有语气你们感受不到啊。这哥们写了那么一封信，然后他老婆说，这写的什么啊？根本看不到爱。大哥说：“呵呵，真的，他真的打个呵呵2个字，呵呵，妹子，你大概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世界真奇妙，哥们儿，你可爱到我了。哎呀，我不知道你这个老婆可不可爱，你是挺可爱，干什么啊你？真服了呀！你这什么死动静啊？呵呵，呵呵，妹子，你大概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什么分量？呀，我的妈，精彩！怎么样？”姐妹们，感觉到了吗？如果有的时候呢，一个男的写了一堆东西给你表白，但是你觉得没有感觉到爱，可能他心里想的是，其实他已经付出了一切的分量，他已经把他的所有的分量都付出了，付出了一切的分量都付出了。兄弟，
我相信你，我能理解你，你就是这个表达方式听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但是我相信你是很有分量的啊，我真的相信他真的是下个很大的决心承诺，就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肯定是自己超级感动的，他写的时候甚至可能数度要落泪了。这个歌，我承诺我会尽我所能经营这段感情，我们一定会走到最后，走到最后。这他收到不得感动死了，哇！这他不得感动死了。然后他老婆一看，这啥呀，也没感觉到爱呀。大哥说，太幽默了。还有3分钟发券了，哥们儿，现在咋样了？你们是刚在一起的写的这封信吧？哥们儿，你要真听我劝啊，你没事多给他写信，说明吧，你这个老婆有这种情感的情绪的需要。我从你给我写信的这个状态来看呢，你平时说话呢，应该对吧？应该是挺难给他这种的。我真诚的建议，你可以每半个月给你老婆来封信。至于怎么写呢，我不会教你的啊，你也不用去学，你就按照你就这么写也行，就你现在这个写法就可以，你就真诚的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你要真这么想，真这么做，真的这样承诺，真的想跟他走到最后，我觉得不出半年啊，你老婆一定会感觉到爱的啊，一定会感觉到你的分量的啊，一定的，对吧？我觉得刚这哥们儿如果真的是吧，就是想这么做，然后就这么写，那肯定是。你老婆一定是感受得到的啊，真诚就是很打动人的。说漂亮话嘛，反而很容易啊。说一些所谓情商高的话，其实很容易的。说一些所谓情商高的话是相当容易的。说一些油腻的话，但是做该做的事，真诚的做事，真诚的待人。只是说话有点啊，所谓油腻，所谓太愣了，不好听，就是很难的，难度很大的。我里面啥也没穿，这还用穿？这个气温今天多少度？反正上海下雨，穿一件这个在屋里够了。不热不冷的，对，上海这一场雨完了，应该就会变得比较冷。小心台风，我不出去，我搁家我小心啥呀？